新版本更新之后，克制蓝发的玩法赌螃蟹和赌列娜塔基本销声匿迹，并且外交法被削弱，玩的人变少了。环境上的变动促使蓝发一跃成为版本最强的8级法系阵容。蓝发阵容究竟怎么运营？你的蓝发为什么总是走不到决赛圈？看完这期蓝发的进阶教学视频，相信你会对新版的蓝发阵容有着全新的理解与改观。理解蓝发怎么玩之前，我们需要理解蓝发阵容的核心。蓝发是一套传统的前后排的大羁绊阵容，这意味着我们要上很多的挂件为俄洛伊左移开羁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2张卡发挥最大的作用来，为他们找到合适的装备至关重要。对俄洛伊而言，需要至少找出冰甲、龙牙、救赎3件核心装中的2件，剩下的可以从板甲、免卫、狂徒中选取。对于左翼而言，需要找到核心装羊刀，其余装备可以从帽子、法帽和一些功能装中选择。从寻找装备的角度出发，在没有额外装备城邦的情况下，也需要至少1个装备海克斯才能够满足蓝发的要求。其次，由于这套阵容是大羁绊阵容，挂件太多，所以在俄洛伊或者左翼没有同时2星的情况下，质量偏低，经常出现一胜一负的情况。但又因为蓝发小队是大后期阵容，必须上9才能补出金克斯和其他2星5费的上限，有时候必须要卖血上9，这就要求玩蓝发小队的时候，必须血量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很不错。换句话来讲，这套阵容很难逆风锁血，但很容易顺风吃鸡。对于装备、血量、经济的要求都很高，这也是大部分玩家玩不好蓝发，并且认为蓝发阵容不强的原因。聊完了这些，我们继续讲一讲蓝发阵容的2大进阶技巧：摇摆阵容与过渡辩证。我们在玩到蓝发左一时，通常是以2种方式，以青龙刀为主的法系过渡，以及以羊刀为主的通用性过渡。如果是以青龙刀法爆为主的过渡，则可以考虑在8级抽卡时留意安倍萨盖伦的数量，在俄洛伊数量少的情况下立刻转成外交法。而以羊刀过渡时，如果物理系装备过多，可以跑路老鼠或者极客。对于过渡辩证而言，最核心的是不要过于在意开出7蓝发，在质量优先的情况下，即便开5蓝发也没有关系，多余的格子可以直接挂皮城给装备，挂蜘蛛补格斗，挂4法4哨兵，或者直接挂6费卡。辩证的核心依据是要根据你的需求来。例如这把游戏中我们缺少输出装，就拆掉了7蓝发。如果在俄洛伊扛不住，兰博来了的情况下，或者缺少重伤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上兰博、洛里斯的4哨兵组合。最后我们分享一下蓝发的海克斯与异变选择。因为蓝发阵容需要大量的经济与合适的装备，赤销推荐1装备1经济1战力的海克斯组合。当然，根据每局游戏城邦和资源的不同，选择上也不必过于死板。除了转职外，玻璃大炮、灵魂虹吸、小伙伴、后体莲花、墓志铭都是优质的海克斯。有生命铠甲给到俄洛伊可以无脑玩蓝发，左翼的光电刀数据最好。异变选择上，最好是俄洛伊的肉异变，优先选择坚不可破、根深蒂固巨人体型，其次是左翼的伤害性异变和赌名片。站位如图中站就可以，没有蜘蛛整体再往右1格，左边是进不来的。这样站的好处在于，金克斯如果站最右边，并且对方前面有单位，可以直接晕到底部的 C 位；如果金克斯站最左边，可以晕左边1排的敌方单位。今天来一期简短一点的实战分享。第一个海克斯，地理街区和纷乱头脑都可以留下。如果是地理街区的话，就可以在前面地2下找一找能否连胜。但这里我们的质量比较一般，所以把地理街区直接刷掉。我们选择了纷乱头脑。正常来说，在城邦是金币订阅的情况下，再拿经济会比较亏魔。但纷乱头脑不是这样的海克斯，因为纷乱头脑在吃经验的同时，也需要在场上留棋子。不方便我们吃利息，而金币订阅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吃利息。这样的话，纷乱头脑带来的收益就会变得很高。纷乱头脑带来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，我们不怎么需要拉人口，自然的过渡上人口，就算是1胜1败，我们的经济也不会很差，并且能够保证我们不错的血量。
我们通过选秀和嫖卡找到了2星1Z，我们在2阶段的胜负关系不错，也并没有多余的上人口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和血量保持的都很不错，非常适合上8去玩运营阵容。这里爆出来的装备依旧比较摇摆，但大体上去看，应该不像是一个极客的阵容，因为极客需要大量的装备，而我们基本上不会再有额外的装备了。这里要么是老鼠，要么是蓝发，而我会更倾向于蓝发一些。选秀刷彩，那这个地方最好通过彩色的海克斯来确定阵容。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的减抗装，并且目前有一个皮城的破防，很适合带莲花。我们把其他刷掉，留下了莲花。蓝发这个阵容需要装备，但不需要过多的装备。过多的装备会导致在金克斯来之前没有人去带，会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。这里选海克斯的逻辑是什么呢？一是最好通过海克斯来确定阵容，二是一定要做出符合当下逻辑的最好海克斯。例如现在我们是4连胜，那么选一个能够提高即时战力的海克斯是最好的。而如果选择珍藏财宝的话，战力就会偏弱了，一旦输了就会特别伤。加冕里也是同理，多出来的一个人口开不出好的羁绊，不能很好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。这里合出的救赎板甲其实也有一些小心机在里面，因为如果是冰甲日炎的话，确实更适合俄洛伊，但问题是这套装备不适合蒙多以及盖伦，阵容就缺失了很多摇摆的灵活性。当然也包括巨魔的这2件装备在3阶段比另外2件更加具有统治力。野怪结束，我们直接开始抽卡，因为纷乱头脑刚好能够让我们在4-1的时候完美的上8。战争总是可以认识，我的手段干脆得多。我们这把经济足够，轻松就能抽出来一个2星，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锁血了。但这里其实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左一塞不满3件装备，最好能给左一3件装备全部塞满。因为我们现在处于领先地位，海克斯刷出了最好的白色，我们拿下玻璃大炮，继续为后排补充输出。这个时候其实就不怎么需要地了，一方面强行第一张俄洛伊，很容易导致我们经济的崩盘，不利于我们上午补质量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血量，能够轻松的接受1胜1败的情况。选完海克斯，杰斯来了。这个时候还记得第一件皮城装备是破防吗？并且我们现在前排质量也偏低，我们选择下掉7蓝发，补上3皮城。这样的话，利用透体莲花的双破防，让左一的伤害达到最大化。异变这里看到满野双爪，其实想给左一拿下了，但转念想想，这把这么多钱，为什么不选择给俄洛伊找一个肉异变呢？这样的话上限更高，因为蓝发后期不缺输出，有妖姬、左一和金克斯3C， 但是俄洛伊的肉异变属于可遇不可求的存在，蓝发的整个前排基本都靠俄洛伊一个人单顶。我们来到5-1，这里钱太多了，直接拉9，滴了2下，滴出了2星的妖姬。但这里装备依旧有些不舒服，最后找了一把青龙刀给妖姬。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把左一的破防拆下来给妖姬，应该会更好一些。不过这里来不及了，就随便给了一下。后续想的是，反正都是换给金克斯的，可没想到金克斯怎么都不来。这里被一个收了400层的2星史密奇镜像给录了，稍微有点伤。如果我们9级还是看不到金克斯的话，就得上10去找了。打完龙我们拿下红 buff， 因为未来的决赛对象大概率是史密奇，单靠日炎的话很容易挂不上重伤。
6更让我们上10，因为必须要找到金克斯，我们的7蓝发才有质量，否则不太好换下这个3匹城来。忙于抽卡和换装备，没有照顾到站位。这里我们的俄罗威收到了集火，蜘蛛也没有扑到对应的人身上，导致我们输掉了这一局。还是抽不到2星的金克斯，导致我们又输给了这家史密奇。6杠5我们打皮城，最后一波灵性站位，用蜘蛛控住对方所有 C 位。用右边的金克斯骗对方史密奇往左，然后把金克斯朝左，这样能够控住对方的史密奇。对方史密奇身上带的是死5，所以把梅尔换成狼人，帮助我们更好的斩杀。史密奇放在右边会被蜘蛛控，放在左边会被金克斯控，但可惜还是输掉了这一局。最后补出2星的金克斯，给金克斯套上杀人剑，给妖姬一件装备，防止他被史密奇跳。这一期视频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对蓝发阵容有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